大家好，今天是12月24号。昨天的视频跟朋友们讲，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有可能预期值是在5.6。那昨天晚上最终披露的一个数值是在5.5，相对比特币来讲，它是有一个利好的情况下，这个位置价格还是在震荡。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昨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前一波美国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这上面有一部分套牢的筹码，在这个位置需要震荡。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震荡的时间，它3天的窗口没有变盘，5天的窗口有没有可能会变盘，还是说会在8天，以及整个大长线，我为什么还是在看好的一个原因，等下利用另外一个指标在周线里面的 MACD， 它跟15年当时的一个底部也是有国外的一些大佬有提出来，是非常的像啊，或者是1个小时跟4个小时里面的形态，目前在这边震荡。上面的压力有几条均线是还没有走好，等下来跟大家聊，特别是1个小时里面的那个 Vegas。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 安 OK 返用20%，或者是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 B 安转 B 安 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1个小时，我前一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当时还在这个区间哦，就是现在的一个走势，其实你还是看这一个区间。你不要去管它有没有可能往下破，往下破的一个防守位就是前天跟大家讲，可能是在16540附近啊。那现在的一个形态，其实这是一根橙星，昨天忘记跟大家讲，那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多方的吞噬。昨天是有一个 PCE 物价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组数据哦，就是一个预测值是在5.6，那昨天晚上最终公布的数值是在5.5，所以美国那边的通胀是不断有向下掉头的情况下，也是不排除下一次美联储加息有可能只会加25个基点啊。当然，现在整体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它目前还是在震荡，你就以这个矩形区间来对待啊。那另外1个小时里面的 Vegas， 今天也要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其实现在上面上不去的一个原因是，当前的价格的区间，你去观察一下，144的通道虽然是守在这个低位。但是上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前面的这个区间，它在这个位置是676跟576的通道，还有一段时间它在这个位置可能需要时间来化解，所以目前的整个1个小时里面的 Vegas， 它的通道是使它空方排列的结构，现在这个位置差的一点就是它到底能不能过了这个17000，也是前几天跟大家讲的，目前的空间你不然就尽量还是以这一个17000。到这一个16500来对待，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几条均线组啊。现在其实好几条均线基本上都是相对还可以，目前都是在这一个18000到这一个15000的这一个区间。可以看一下这一条蓝色的250的均线，其实也是在这一个低位啊，或者是100的均线，目前也在这个位置，只是现在差的一点是60的一个均线。已经讲了几天，就是因为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当时是跟大家讲你不能追了，特别是来到18000的时候是不能追。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欧美那一边的散户，他们可能是追在这个位置，所以目前的话，整个空间都是在洗盘。那你如果想买的话，你就利用拉回低点的时候再观察一下还有没有买点，就是因为这个位置60的一个均线，它目前还是拐弯向下的情况下，4个小时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片压力区。那至于时间要整理到什么时候？这几天也是一直在猜测，猜不准啊。特别是24节气的时间窗口，有可能早在这20号的这一个，就算是一个大幅的波动。那短线它其实整理了3天，目前的区间还是稳在这一根 K 线一半的附近，或者是这一个16540，它也没有跌破。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昨天跟大家讲的，你去观察一下。时间如果不是3天，因为昨天是3天那个时间窗口，那前面的这一个多方吞噬以后，后面有一个高点，1、2、3、4、5，接近5根左右就有一个转折，就是5的一个斐波那契数列。那昨天是有跟大家讲，上一波在6月份到这一个8月份的一波上升的走势，里面也是存在一些斐波那契数列的时间窗口自然现象啊，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拉升，1、2、3、4、5。第5天后面的6，它是有一个时间转折。那这个高位以后，1、2、3、4、5、6、7，它是在第8天，8也是一个斐波那契数列，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一样，1、2、3、4、5、6、7、8，也是在命中第8天。所以目前我们去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
3天迟迟还没有再继续往上变盘，那有没有可能时间会不会拉到第5天？今天跟明天也是周六跟周日，所以星期一有没有可能变盘？但是星期又是美国那边的圣诞节哦，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会被拉长到8天，这个位置的时间还是需要利用时间来衡，主要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0天的成本，目前其实还是有一点下弯的结构。所以这个位置也是不排除啊，有可能会不会横到8天以后，看会不会变盘。那至于下周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啊。然后整个大长线，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张图啊，也是在推特上面看到的这一个技术派的分析人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边是有2张图啊，这是目前的比特币周线里面的一个图形，它是利用前一波6万左右到最高点6万9的这个高位，其实整波空方走势下来以后，这边的 MACD 它的红色的柱状是每一次它的分值，就是空头走势下面的分值是不断的在背离的结构，所以有可能它也是在判断这个位置有可能会不会是一个底部，因为去参考这边是2015年的当时的一波走势，也是一波空头的走势，最终是在这个位置，我是记得好像是日本的哪一个交易所是跑路啊，跟本次的 FTX 交易所是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也是红柱在慢慢的就是分值不断的在背离的结构，后面是最终有一个低点，然后比特币是上去。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比对一下比特币整个周线里面的 MACD 指标，也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聊过了。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6万附近啊，就是去年的3月份到4月份，当时从这个位置就开始有预计美联储要加息，后面是再见高以后6万杀下来，那最终是在去年的6到7月份有了一波很大的一个行情，直接把比特币干到6万9的历史最高位。那现在整个空方走势其实下来，你可以明显观察一下，每一个分都是在不断的背离的结构，所以有可能它这边的一个想法也是一样，就是目前的一个位置，这一次 FTX 交易所爆发危机以来，有可能比特币早就已经见底了，因为它这一个红色的柱状连这一次崩盘的时候都杀不出这一个红状啊。那我们观察一下15年的一个走势啊，它这边高点也是自1200的高位一直跌到200至160附近。我们可以看一下整波的走势，这里面也是一个峰、2个峰、3个峰，每一次的红柱它都是不断的在缩小背离的结构。你可以观察一下，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背离的结构。因为当时这个位置在跌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好像是日本的那个交易所跑路啊。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不排除长线，你在这个位置买的话，尽量给我报一部分大长线，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门的右图。